2005年，杜琪峰凭借一颗石头将黑社会打造成黑帮电影的最高峰。仅在1年后的2006年，杜琪峰就拍出了续集《黑社会2：以和为贵》，但为了保住作品的完整性，《以和为贵》索性取消了内地公映。杜导这次放飞自我，大尺度血腥场面让人不寒而栗，锤击、分尸、剁馅、喂狗，《以和为贵》完成了杜琪峰想表达的一切，宿命感更具普世意义，也更警醒人们步入黑社会便万劫不复。5大影帝飙戏依旧精彩。爱国、跨栏、加钱、车厢战神，名场面不断。而删减的内容，你大概也许可能根本没有看过。丹尼带着社团五虎给阿乐上香，公关仔被抓到大陆枪毙，大堤的尸骨重见天日。游泳更是凭借一人之力，把以和为贵拉到了所有黑帮电影都不曾到达的高度。港评未凉，步步为评，励志陪你看遍经典港片。大家好，我是步步，今天为大家带来《黑社会》续集《以和为贵》。作为一部完整的电影，《黑社会1》在内地上映时，为了过审，删减的面目全非，连片名都被改为《龙城岁月》。被阉割篡改的《龙城岁月》脱离了杜导的原意，也惹来一片差评。杜琪峰一气之下，续集《以和为贵》直接放弃了内地市场，不接受任何审查。全片充满压抑阴森的气氛以及暗黑铁青的色调，给人一种暗无天日、阴霾笼罩的感觉。跟随布谷的视角，让我们看看杜琪峰在《黑社会2》到底藏了多少私货，又藏了多少历史和现实的隐喻。小弟黑谷人，隶属洪门天宝山碧血堂，司职红旗5哥。今日有幸结交各位大哥，斗胆的提一点意见。我们既然是背井离乡，到这里来无非是求一个才子，所以应该和平相处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电影开场以纪录片的形式还原了旧香港时期的影像，并介绍了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——香港黑社会的开山鼻祖黑谷人。天宝山碧血堂报的是洪门的4柱及山堂水乡的简称。咱们在第1部详细介绍过洪门的由来，在洪门内部存在着36个等级职务，每个职务都有明确的职责与权限。黑谷人属外八堂管事第1层，排行老5，自称5哥。红旗5哥能弹劾内八堂大爷，约束外八堂兄弟，有发号施令、召集兄弟之特权。黑谷人怀揣着传教士般的理想，把大陆洪门理念传入香港。游泳在本片还饰演了石庭长，2次黑社会变革的引路人，让同一人饰演是杜琪峰有意为之。何胜和原本是香港黑社会何字系的一个支流。19世纪80年代，大量广东人到香港打工，团结成帮。1884年，香港首个堂口正式成立，名叫和合图，注册为合法社团，归类为工人自助帮会。1909年前，前身是圣和同乡会的圣和堂，在深水埗区九龙仔成立，堂口归属和合图。到了1909年，短短25年间，小小的弹丸之地香港成立了一共26个小堂口，他们没有严格的帮规制度，亦没有高低职位之分。1909年端午节，广东洪门天宝山派遣永义堂头目黑谷红，也就是游泳的角色黑谷人的原型，来香港开红字头新堂。他见香港各小堂口并无组织，于是提议聚合各帮人马，并传授洪门的洪拳、组织及帮规，并协议和平共存。小弟建议大家跟随洪门的规矩和仪式，让每一个堂口的会员都有所依循，不再是乌合之众。为确立以和为贵的精神，他提出在各堂口的名称上再一律加上和字，形成既联合又独立的和字头的三合会。三合会之名取自洪门的流诗，说我是流不是流，三河河水万年流，五湖汇合三河水，铁锁沉胶会出头。圣和堂遂成为和盛和，画面核心是写有并肩除恶的红布，看似是正义的宣言，实则是反讽黑社会。社团以家法秩序为名争夺权力，除奸本质是清除权力对手。红布的血红色调也暗示暴力与阴谋，红牡丹含蕊，白牡丹开放，牡丹暗指黑帮权力宝座，红白对应不同势力对权力的觊觎与争夺。二龙争珠，双凤朝阳，暗示影片中和盛和画事人选举的多方角力。二龙双凤代表
表黑帮内部不同派系争珠、朝阳是对权力巅峰的追逐。开篇就奠定了影片权力博弈、道德虚伪的基调。画面中是洪门传统斩香仪式，第一部中咱们详细做过解说，这里就不再赘述。黑谷人和石副厅长看似两个相隔100年毫不相干的角色，却又出奇的相似。他们都是代表大陆方广东来到香港的中层干部，都是来做统战工作、传达上级指示的。大家要统一听指挥，以和为贵，这基本都不算隐喻了，而是几乎明牌了。他们来香港只为办3件事，那就是秩序，还是他妈的秩序。电影开场第一场戏是深圳南山，一张设计图纸映入眼帘。吉米仔通过搞盗版，生意越做越大。他一直努力想洗白上岸，一心想甩掉社团，到内地做正当生意。和金主郭先生到南山和政府相关部门谈建物流园的生意。吉米双手叉腰，像是领导在发号施令。周书记，你那边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，郭生、李生，你们可以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尽量配合。新的3条公路我们2个月内拍板，到时候来往港澳的时间可以缩短1/5。我希望你们经贸部那边可以多多关照。一定，我们一定尽量配合。这里有个细节，所有人穿西服扎领带，证明这次会面是正式场合。唯独吉米仔带着老婆，那一身休闲装扮，仿若置身事外，头上一直有人帮他打伞。在电影中，伞是一个重要的意象，意为保护伞。这些细节暗示了吉米仔的老婆才是这次考察活动的关键人物，很有可能他就是帮吉米仔介绍内地资源的牵线人。不然你想，吉米一个搞色情、搞盗版的古惑仔，凭什么在咱们政府部门前拽的和个258万似的？甚至金主郭先生明知道吉米的黑社会出身，但却毫不介意，因为没有吉米仔，或者说没有吉米仔的老婆，这个物流园根本办不成。吉米老婆的能量超乎想象，这里咱们先按下不表。这个计划不错，每年坐那儿什么都不干也赚过亿。我拿钱出来。吉米，你和大陆人、台湾人什么关系我不管，我跟你合作做正当的生意，我不想因为你以前的背景对我有影响。你是聪明人，你懂我意思吧？郭先生，你放心，谢谢郭先生你支持。郭先生愿意拿钱出来，但前提是你和社团别影响到我，更加坚定了吉米洗白的决心。郭先生很满意，这次大家帮了很大忙，也出了很大力。下星期我拿2000万来。这是吉米与何科长私下单聊，郭先生很满意，证明是吉米帮助何科长招商引资。何科长这个官场老油条，一句话吉米就明白了他的诉求，人情世故已经练到了登峰造极之境，和另外4户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，可见读好书的重要性。之后吉米仔和老婆爬到山坡，他心情大好，畅想着未来，在这片山坡盖座别墅，儿子就当律师，女儿就当医生。在吉米仔的心中，这片宝地不只是财富之地，更是自己洗白成功的起点。住哪儿不重要，最重要是跟你在一起。彼时2个人都是白色上衣，笑容满面，这是全片唯一一场色彩明亮、充满希望的画面。但导演却不合时宜地配上了阴森诡异的音乐，似乎都在暗示吉米仔最终得到的和心中想要的是大相径庭、事与愿违的。小人，乐哥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就这年年有今日，干爹想什么有什么，走。谢谢，来，大家干杯。阿乐生日宴，手下最得力的5个干儿子都到场。群像戏一直是杜琪峰的拿手戏，处处细节。东莞仔不知从哪拉来的冤大头，出钱送了阿乐一套福禄寿金像，却只换来一次给阿乐拍马屁的机会。可见阿乐这2年的确是把这帮老板打怕了，打到他们上门找自己。东莞仔也狗仗人势，借花献佛。老板买了1盒金子，连坐下吃饭敬酒的机会都没给，就被他撵跑了。福禄寿代表着退休的元老派，在第1部邓伯与叔父们喝茶，身后摆的就是福禄寿。东莞仔的意思是你老了，得退位让贤了。众人举杯时，东莞仔的杯子是空的，压根儿没人关心他来还是不来，甚至没人给他倒酒，他只好无理的示意大头给他倒酒。仅用一只空酒杯就侧面表现出所有人对东莞仔的态度。督导果真没有废笔。阿乐盯着东莞仔，嘴角露出轻蔑的微笑，看着面前的福禄寿金像，盘算着怎么利用东莞仔这个大炮筒。这里有个细节，当所有人都被福禄寿金像吸引目光时，只有飞机全程盯着东莞仔，而且
碰杯时也直勾勾地盯着他，当然不是在对东莞仔放电，而是很不屑东莞仔借花献佛的做法。两个红棍私下肯定也互相不服气，应了那句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。也能想到阿乐从中作梗，肯定没少拱两人的火。他不能让手下最能打的抱团取暖，要平衡。马上飞机就要怼东莞仔了，2年一度的何连胜选举在即，表面上是聚会，其实是阿乐试探众人对华氏人的想法。这2年我做华氏人，最开心的是看到你们出头，有你们5个干儿子，我乐少真有面子。阿乐先是放出烟雾弹，把5个干儿子一顿捧，让他们放松警惕后，接下来的这句话才是重点。又要选新一届华氏人，大家怎么想？所有人都知道这是阿乐挖的坑，只有东莞仔这个半吊子先开口。很多老板都点头了，说全力支持我。这么说，你一定出来选了？东莞哥为社团坐过牢，对社团有功，大家帮帮忙。不就干了个警察吗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干了警务处长呢。第一步中，为了抢龙头棍，东莞仔撞死过一个警察，阿乐找了最好的律师帮他打官司才放出来。但在飞机眼里，这是张飞吃豆芽，小菜一碟。换了自己，阿乐让他杀一哥，他都不带含糊。东莞仔同样没把飞机放在眼里，他要的是干爹的态度。大家都为社团做过事，个个都出过力。领导就是这样，要讲求平衡，既不能踩飞机，又不能太捧东莞仔。尽管对方是为了抢龙头棍扶自己上位才撞的警察，出过力又怎么样？说过去有个屁用，最主要看有没有实力嘛。东莞仔简直是个翻版的大帝，说完还嚣张地望向飞机。你不也只是个买手买脚的脏手套吗？你有实力吗？你有个屁呀！财力和人力，你哪方面是我的对手？干爹，你支不支持我做话事人？阿乐皮笑肉不笑，你有那么多人支持，不用我也够了。阿乐的回答模棱两可，既没表示支持，也没刻意反对。我一定会出来选，到时候看看谁本事大。阿乐马上转移矛盾，问吉米仔的态度。吉米仔一心只想洗白，内地的生意才是最重要的。吉米，你钱多人多，机会也很大。我只做生意，做了话事人，你的 A 片生意做得更大。有时候做了话事人，又要顾着兄弟，又要被警察烦，也挺惨的。有机会不出头，太可惜了。杜琪峰巧妙地运用镜头语言，已经暗示了我们话事人的最终人选。3组镜头将6个人分成3组，阿乐飞机一组，东莞仔大头一组，吉米仔施耶稣一组，代表了众人的战队情况。大头支持东莞仔，一直在拍他的马屁，在画面中是虚焦。施耶稣也想和吉米仔一样到大陆做生意，这组一直是实焦，证明这组才是关键。而阿乐飞机这组，当阿乐听到吉米说不想参选，有机会不出头，太可惜了。这里对焦从阿乐转向飞机，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飞机从被大爹逼着吃勺子之后，就一直在想出人头地，可总是事与愿违。施耶稣借机说想北上捞金。干爹，我学吉米哥北上赚钱。邢干爹给你的生意太少了？不是，想多赚点钱嘛。有钱赚我不妨碍你。谢谢干爹。看你的了 ，Jimmy。是你给我机会。北上捞金不是目的，离开阿乐才是目的。为什么施耶稣要离开阿乐呢？因为他做事太过分，没事还喜欢搞震，破坏社会秩序。飞机够死心塌地跟着阿乐吧，还在廉价的老破小住着。施耶稣是靠脑子吃饭的白纸扇，这2年估计没少帮阿乐擦屁股，自己知道阿乐的秘密越多，保不齐哪天被灭口。现在离开是最明智的，而阿乐并没有明说支持谁，他的真实想法还在伪善的笑脸之下。以后过来观光旅游我们欢迎，做生意不行。老许也是黑社会，为什么他可以来这儿做生意？我们跟老许谈好了，而且他是爱国的。我也可以谈，我也可以爱国。你在何连胜是什么身份？他是星际的办事人。